俄罗斯总统普京14号举行俄乌冲突以来首次线下年度记者会，并与本国民众进行现场直播连线。长达4小时的互动中，普京就民众和记者所提出的数十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当中包括俄乌冲突进展以及经济发展等热点话题。现场还发生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当多名记者举手提问时，主持人让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提问，但被普京打断，要求先让中国新华社记者提问。普京在回答中表示，俄中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他同时表示，俄中关系具有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本次活动的全称是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年度总结。该活动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年度记者会和自2001年开始举行的与民众直播连线合并举行，也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普京首次举行上述2项活动。2022年2项活动均被取消。And this time they're combining both. This is also interesting because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Vladimir Putin is appearing publicly since he announced that he will indeed be running for president in March next year. So in a sense, this event is the first campaign event, you could say, as part of his campaign to run for president. 14号的活动共持续4小时，在此期间，普京就民众和记者所提出约80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其中最受民众及媒体关注的话题包括经济、国际关系、特别军事行动等。据悉，为了办好此次活动，俄总统府自本月1号起开始接受民众对普京的提问。截至14号活动结束，总统府通过电话、短信、网站留言等方式，共收到超过280万个提给普京的问题。佩斯科夫透露，普京从12号开始就在为这场活动做准备。期间，他还主持召开了总统办公厅高层参加的详细会议，询问了民众提问的相关情况。现在总的来说，普京的处境不错。有3个方面的问题比较明朗。一个，他是在这之前不久决定还要参加下一任，就明年3月份投票的那个总统选举啊，这个明朗了。第二个呢，俄罗斯的经济形势也相当明朗。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乌克兰的战场上的问题。现在看起来呢，乌克兰的进展是越来越慢，对俄罗斯的压力明显的减轻了。在回答新华社记者关于中俄关系的提问时，普京表示，中俄的合作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与1个月前他在第9届圣彼得堡国际文化论坛全体会议上的表态相呼应。而在这次提问前发生的小插曲也颇为引人关注。当现场多名记者举手提问时，主持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点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提问，然而普京却打断了他，要求先让新华社记者提问。Вы знаете, я видел вот New York Times.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Нет, давайте мы сначала дадим Синьхуа, а потом New York Times. Да. 普京还透露，中俄2国今年贸易额将超过2000亿美元，与去年相比增加了30个百分点。此外，他还介绍了中俄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领域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合作情况。И, я просто повторю, обязан это сделать. У нас уровень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с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 высокий. Стабильно мы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причем в самых разных областях. 普京同时强调，尽管俄中在军事、经济和人道领域进行合作，但不会建立任何集团，不针对第三国。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同一天，中俄2军在日本海、东海相关空域组织实施第7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这是中俄今年组织实施的第2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体现出2军合作在不断深化，对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15号召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注意到普京总统对中俄双边关系所做的积极评价，对此表示赞赏，相信在2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将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会上有不少问题围绕特别军事行动展开。普京表示，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即确保乌克兰的中立地位、去纳粹化和去军事化。和平将在俄罗斯达成上述目标之时出现。
普京形象地将俄乌之间正发生的事情形容为兄弟之间的内战，认为俄罗斯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与乌克兰建立正常关系，但美国在乌制造事端，是美国和欧盟自己破坏了对俄关系。Мы не портили же эти отношения. Это с нами портили отношения, и нас пытались все время задвинуть куда-то на второй, третий план. 当被记者问及会给20多年前年轻的自己提什么建议时，普京表示，他会首先告诫自己不要过度轻信与西方的所谓伙伴关系，自己不应该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就对华盛顿及其盟友给予如此多的信任。他称这种做法天真。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实施了多轮制裁，不少国家还称将减少对俄能源依赖。在直播连线中，普京透露，日本没有放弃俄罗斯能源，仍在使用俄能源。实际上，今年前10个月，日本自俄罗斯采购了40.5亿美元的能源，其中天然气采购额占80%。此外，还有煤炭、石油等。普京还介绍了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情况。他表示，俄罗斯经济已从去年的下滑中恢复过来，并正在向前发展。今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3.5%，失业率已降至2.9%，创历史新低。至今年年底，俄居民实际收入将增长约5%。与此同时，俄罗斯金融系统保持稳定，国家债务呈下降走势。俄罗斯外债自460亿美元降至320亿美元。普京在此次年度盘点活动上还谈及许多其他领域话题，包括巴以、体育、AI、家庭等。一位名叫阿莲娜·西蒙诺娃的8岁女孩在向普京提问时表示，她十分担心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的人们很快就会被机器人所取代。普京向她保证，没有人能够取代她的祖母。随后，借由深度伪造技术制作的 AI 普京出现在一则视频中，询问普京如何看待神经网络的发展，以及是否拥有很多替身。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Я студент и учусь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Хочу спросить, правда ли, что у вас много двойников? Да. Вот я смотрю, вы можете быть на меня похожи и говорите моим голосом. Но я подумал и решил, что похожим на себя и говорить моим голосом должен только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И этим человеком буду я. 普京表示，人类不应也无法阻挡人工智能的发展，而是要学会领导人工智能。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нужно сделать вс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мы могли быть одними из лидеров в эт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4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缺席回避的情况下，欧洲理事会决定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泽连斯基欢呼这是乌克兰和欧洲大陆的胜利。欧尔班为何缺席回避？他接下来又会在乌克兰入盟问题上如何出招？乌克兰离正式入盟还有多远？据路透社报道，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14号在社交媒体上出乎意料地宣布，欧洲理事会已决定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在欧盟其他26个成员国同意这一做法的情况下，与莫斯科关系密切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同意回避。欧尔班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26国坚决要做出这样无意义、无理性和错误的决定，但匈牙利不想参与其中。欧尔班在本次欧盟峰会前曾表示，与乌克兰开启入盟谈判还为时过早。We set up 7 preconditions, and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mmission, 3 out of the 7 is not fulfilled. So therefore, there is no reason to discuss anything, because preconditions were not met. So we have to come back later on, revert to that issue again when it is fulfilled by the Ukrainians.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欧盟峰会前夕，欧盟委员会宣布为匈牙利解冻约100亿欧元的凝聚力基金。此举被广泛解读为欧盟试图软化匈牙利的立场，因为后者对欧盟500亿欧元援乌计划和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提出异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14号表示，不会将本国事务与乌克兰政策挂钩。欧尔班15号进一步表示，匈牙利再次阻止了一轮为乌克兰提供的500亿欧元援助。
从欧盟预算中向基辅拨款，比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更加损害匈牙利利益。事实上，乌匈两国领导人在此次峰会前就火药味十足。泽连斯基13号在一场发布会上透露了他之前几天在阿根廷总统米莱的就职典礼上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进行了一场简短但看似紧张的谈话的内容。He has no any reasons to block Ukrainian membership in EU, and I asked him to tell me one reason, not 3, 5, 10. Tell me one reason. I'm waiting for answer. 但泽连斯基的呛声引发了欧盟领导人的担忧。《华尔街日报》特别提到，泽连斯基本想这次亲临峰会现场拉票，但13号在欧盟领导人的劝说下最终作罢，转而通过视频发表讲话，以防他的出席会进一步激化欧尔班的强硬反对态度。另据美联社消息，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让欧尔班离开会场使投票得以通过是德国总理舒尔茨的主意。在峰会开始之前，舒尔茨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把欧尔班拉到一边，试图劝说他改变主意。另外呢，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美国驻俄大使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匈牙利这么干下去，你是不是要退出欧盟，想考虑加入那个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了？这样匈牙利选民会同意你吗？”啊，这个对那个欧尔班呢，也应该说是敲了一个警钟。分析指出，至少在明年3月之前，欧盟不会启动更为正式的谈判。接下来，欧盟还需要批准谈判框架，以及为乌克兰和欧盟之间的政府会议确定日期。而这2项决定仍需要得到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一致同意后才能通过。对于乌克兰来说，欧盟宣布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这一举动正值关键时刻，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反攻未能取得重大进展，而且美国总统拜登至今未能让美国国会通过向基辅提供600亿美元援助的计划。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欢呼，这是乌克兰和欧洲大陆的胜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我们欢迎欧盟做出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入盟谈判的历史性决定。比利时首相德克罗则说，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是向乌克兰和俄罗斯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多家外媒指出，尽管欧盟这一决定是巨大突破，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象征性决定。加入欧盟的谈判往往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期间还涉及关于经济、政治等重大改革，以使候选国符合欧盟的规则和标准。尤其是在预算分配关上，如果成功入盟，乌克兰将对欧盟财政带来巨大压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俄总统普京周4出席年终记者会，并回答俄罗斯公众在线提问。那么，您对于这场长达4小时的记者会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出席由电视台直播的年度记者会，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他本人开启的一项政治传统。事实上呢，普京和媒体以及公众直接沟通，主要是有2个堪称是媒体盛事的活动。那么，其一就是这年终记者会，其二呢是年度热线。来回答俄罗斯老百姓的来信以及各种在线提问。那么这2大盛事去年都没有办，是仅有的中断年。那么当然这是因为那个时候呢，俄乌战事吃紧。那今年这2大盛事合二为一，在莫斯科红场附近举行，长达4个小时，主题口号为年度结果，自然会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就这一场马拉松记者会，俄罗斯 RT 电视台就称说，俄罗斯公众反应热烈，提问数超过200万个。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主题聚焦俄罗斯经济、西方制裁以及俄乌冲突等等。《纽约时报》今天在网站头条的报道标题就称说，普京高调出席年终记者会，意在展现掌控力，对外传递取得战争胜利的强烈自信。那么就俄乌冲突，普京他在答问中释放的最关键信息是，他再度重提俄罗斯方面在打响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之初所强调的3大目标，也就是乌克兰去纳粹化、非军事化和中立地位。普京就强调，和平将会在俄罗斯实现这些目标之后到来。实际上，在俄罗斯的官方表述中，那么这3大军事目标至少已经消失长达22个月了。
那么俄罗斯总统他此时再提，显然呢是基于对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的攻防意味以及战事进程的态势判断。那么这也是对俄罗斯打赢消耗战、持久战的乐观自信。比如昨天普京就对去军事化的概念内涵进行了阐释，他讲了一个特别的案例。普京称，乌克兰方面发动的冬季反攻以来，已经有747台乌军的坦克被摧毁。那么这就是俄方在推进的去军事化。那么去军事化，它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是全面摧毁乌克兰军队的反击能力吗？这是俄罗斯总统留下的一个悬念。普京他也在这个问答中首次披露，目前呢，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区投入61.7万官兵，俄乌战场的战斗前线长约2000公里。普京同时强调，俄罗斯无需再进行新一轮的军事动员。去年9月，俄罗斯曾经宣布实施局部动员，约30万俄罗斯人征召入伍。按照《莫斯科时报》的观察，这是在回应俄罗斯的选民关切。明年呢是俄罗斯的大选年，普京也已经宣布登记参选。那么全国军事动员对于选民当然是关注的焦点，也是压力的所在。普京早早表态，无疑也在传递对于战场走向的把控与自信。那么俄罗斯总统的最新表述对持续近2年的俄乌冲突又意味着什么呢？昨天的记者会上有一个细节被不少媒体都关注到了，有个自称是圣彼得堡学生的在线提问者，以普京克隆人的形象出现在大屏上，提问发声和普京是完全相同的，被认为是精心设计的一个数码合成人。普京就自我调侃，而且只能有一个普京，他将合成人称作是普京的第一替身。我想这样一种轻松自信的姿态投射到俄乌冲突，普京他所要传递的明确信息就是，即便俄乌冲突进入到了僵持阶段，那么俄罗斯一定会比乌克兰和西方撑得更久。普京昨天特别用一种轻松的口吻谈到乌克兰从美西方拿到的军援，他们得到的一切都是免费的，但是呢，这些免费赠品总有一天会用完的，而且看起来现在已经开始用完了。那么在战场僵持对峙的另一方，现在呢形势可谓是空前严峻，严峻到了什么程度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周第3度上华盛顿，他几乎是空手而归。而在国会山再度搁置拜登提交的军援乌克兰附加预算申请之后，周四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李德就公开承认，五角大楼现在账上可用基金只有44亿美元。那么600亿美元援乌的这个所谓的附加预算迟迟不通过的话，如果还要坚持对乌克兰军援，那么就只能挤占美国自身防务安全的紧急支出了。今天CNN 更是引述部分匿名的西方官员称，一旦美国不能追加军援，那么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注定会落败，所谓 certain to fail。CNN 就爆料说，就俄乌冲突，目前西方的情报部门都在忙着搞各种沙盘推演。一个最悲观的推演场景是，如果美国与北约军援断流的话，乌克兰最快会在明年夏天完全落败。所以在当下，泽连斯基他面临的内外压力也正在急速迎来这个所谓的高压临界点。欧盟周四同意开启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能逆转乌克兰的困境吗？对苦苦挣扎，尤其是刚从华盛顿讨钱空手而归的泽连斯基来说，这绝对是一场及时雨，或者至少他要将入盟谈判吹成是天大的利好。所以呢，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推各种赞，欢呼历史是由那些个从不疲倦于自由之战的人所创造的。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最新决定释放出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那么在政治信号之外，对苦等外援苦苦挣扎的泽连斯基以及乌军来说，这当然也是士气与信心的极大的提振。但是呢，请注意，这种信号与信心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它呢都只具有象征性。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么乌克兰的紧迫需求现在根本无从满足。比如欧盟的形式是基于所谓的共识行动原则，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一直与泽连斯基不对付，他昨天一票否决，令到欧盟对乌克兰的50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再度搁置，下一次会商呢只能等到明年元月了。华盛顿邮报今天就分析指出，欧盟给了基辅一个所谓象征性的胜利，但是呢，同时现在也会让外界质疑欧盟这样一种支持多大程度会来真的，甚至按照
RT 电视台的爆料，接纳入盟谈判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在欧尔班总理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做出的。为什么欧尔班不在场呢？因为德国总理舒尔茨设计拖住了这位匈牙利的总理，要和他一起来喝杯咖啡。那么了解到这样一些个细节，泽连斯基他呢还能够喊得出创造历史的漂亮话吗？更何况从入盟谈判到最后加入，通常会耗时多年。目前呢，包括塞尔维亚、黑山、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等等多个东欧、南欧国家，他们都在入盟等候中，而他们的谈判呢，也已经进行了多年。那至于土耳其，它更是在1987年就已开启了入盟谈判，但是谈了这么多年，还是根本摸不到欧盟的大门。土耳其一怒之下，早就在几年前放弃入盟谈判了。入盟对于仍然处在战争状态的乌克兰，实际上更加是一个高度敏感，也是棘手的复杂的政治问题。而最大的悬念就在于乌克兰，尤其是泽连斯基总统，他能够耗得起、等得起吗？这就难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要冷嘲热讽，美西方现在的这种战争疲劳，就是在对乌克兰背后在捅刀子。当初仗打多久就对乌克兰军援多久的承诺，根本就是一个谎言。好的，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你的观点，谢谢。